我的丈夫有一群好兄弟，用他的话来说是从小穿一条开裆裤长大的，但其中有一个兄弟性别为女，我每次吃醋，他都是一副嬉皮笑脸的样子。别这么敏感嘛，我就是把他当兄弟处的。行啊，那我也找个性别为男的闺蜜来处呗。和赵振东结婚3个月，而他和兄弟们夜不归宿的次数已经超过10次。我从一开始的电话催促，彻夜在客厅等候，到现在的冷静自持，花了3个月时间。赵振东是早上9点回来的，衣襟散乱，衬衣布满皱褶，浑身的酒气。刚进门看到我在沙发上坐着，就想带着一身脏污来抱我。老婆，对不起嘛，昨天和那群混小子玩到喝多了，半夜迷迷糊糊就睡着了，真的不是故意不回来的。我面色冷淡地躲过他的拥抱。李胜男也在吗？赵振东一愣，随即直起身子，重新挂上笑容。你说胜男那个男人婆呀，他呀玩得最疯，一瓶接着一瓶的干，半点没有女孩的样儿。李胜男是个女孩子，却被我的丈夫称作兄弟，说是一个院里长大的，从小就和他们几个男的玩在一块儿，大家都没有把他当做过女孩子。我见过李胜男几次，表面上看着大大咧咧的，但素颜妆化的比谁都精致。第一次见面就饱含深意的对当时还是我男朋友的赵振东说：臭小子，不声不响就交了个这么漂亮的女朋友，不是说好谁先脱单谁是狗吗？说着动作熟稔的用屁股撞了一下赵振东。嫂子真是漂亮啊，一看就是个被人呵护惯了的娇小姐，不像我，都被你们这群臭男人带坏了。赵振东揉了一下李胜男的头发，丝毫不觉得有任何不对劲。被李胜男甩开手之后，还乐呵呵地把他搂进怀中。你可别把锅甩在我们头上，谁不知道你小时候比男人还强悍啊？或许是察觉到了我的僵硬，李胜男收敛了些，看似潇洒地转过身，对着其他发小说：好了，东子以后就是有家室的人了，咱们这群单身狗的派对以后就别叫东子来参加了。赵振东一脸哭笑不得，怎么3言2语就把我革除在外了呀？咱们10几年的兄弟情，难道这么经不起考验吗？哪能呀，我这不是怕嫂子介意吗？赵振东笑得开怀，把我搂进怀中。瞎说什么呢？你们嫂子才不是这种人，正常兄弟间的交往他是不会干涉的，对吧？最后一句，赵振东把目光看向了我，李胜男也直直地盯着我，其余朋友也不例外。我心下闪过一丝异样的感觉，却也没做出当众下赵振东面子的行为，微笑着点了点头。现在回想起来，女人的直觉还真特准。刚和赵振东交往期间，李胜男还有所收敛，等到我和赵振东正式领证之后，他就像是突然解放了天性，通俗来说就是不装了，或者说是在我面前不装了。我已经记不清目睹过几次李胜男或是夺过他们的酒杯畅饮，或是将自己喝了一半的酒强行灌进这几个男人的口中，从他们自然地搂过李胜男的腰，让他顺势坐稳在自己的大腿上的行为，我能读出这样熟练的动作绝对不是一朝一夕养成的。我和赵振东提过不止一次，希望他能记清自己并非单身，要和异性保持距离，但每次都只能得到一顿插科打诨和毫无信用可言的口头保证。次数多了，赵振东也觉得厌烦，便会似笑非笑地来上一句：我们都快20年的感情了，要是真被你唠叨几句就做出疏远兄弟的行为，那我赵振东成什么人了？放心吧，我和胜男就是兄弟情，我俩要是能来电，早800年前就去扯证了，不会等到遇见你的。我气结，却也无法反驳。我介意赵振东和李胜男太没距离感的事传到了他们的兄弟圈里，没有起到正面效果，反倒令赵振东的兄弟们更加喜欢揶揄我。其中以李胜男为最盛，他会故意在我出现的场合大声地解释他和赵振东真的只是兄弟情谊，希望我不要吃醋，甚至会在走到赵振东旁边的时候故意大幅度退后一步，然后用状似无辜的眼神望向我。嫂子，我不是故意要靠近东子的，请你不要介意啊。每当这种时候，他们兄弟圈的其他男人就会出言维护李胜男，不是我说你啊，嫂子，做女朋友可不能总是这么疑神疑鬼的，时间久了哪个男人受得了？我们每次都是兄弟聚会，又不在外面乱玩，这么多人都在呢，你还有什么可不放心的？次数多了，赵振东也厌烦了，便不再带我一同去赴约。好了，老婆，别板着个脸了，我先去洗个澡，补个觉，睡醒就陪你去看你最喜欢的画展好吗？不用了。我的冷淡让赵振东有一瞬间的僵硬，他这才发现我放在沙发旁边的行李箱。不会吧，老婆，我可什么都没有干啊，你怎么就吃醋吃的要离家出走了？我爸妈想我了，刚好最近请了年休假，我回一趟老家陪我爸妈几天。这样啊，你可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是又吃我跟胜男的醋呢。看吧，明明自己心里清楚得很，却偏偏要装傻，一遍一遍的伤我的心。你不是说你们只是兄弟吗？我有什么好吃醋的？赵振东的脸色有一瞬间的尴尬，随即被他掩饰过去，假惺惺的来了一句：要不老婆你再等等吧，等我洗完澡送你去行吗？话虽如此，却半点没有要抓紧时间的样子。不用了，你留在家里补觉吧。说完这句话，我头也不回地出了门。10分钟后，我看见了李胜男发布了一条最新动态，某个人的枷锁终于暂时解除了， Party 继续开起来吧。还真是迫不及待呢，看来是没顾得上洗澡，就和自己的好兄弟们宣布了这一喜讯。不过我也不在乎，这次回家就是想先给爸妈打好预防针，因为他们的闺女结婚不过3个月就已经想着离婚了。赵振东的家庭条件比我家好，外形条件也能胜过市面上70%的男性，学历虽然比不上我，但也是重点大学毕业的，事业也干得风生水起，正在上升期。所以当初知道我找的男朋友是这样一个各方面条件都挺优质的人选，我父母是很满意的。父母的思想很保守，认为结婚是不能轻易离婚的，夫妻之间有摩擦，忍忍就过去了，随意离婚是要被外人戳脊梁骨的。果然在我铺垫完挑明来意时，父母的脸色当下就变了，从久未见我的开心喜悦一下子跳转到阴云密布。真的不能再忍忍吗？
你们这才结婚多久啊？母亲眼含哀切地看着我，小赵可能只是年纪小，心还没有完全定下来，你要多给他点时间，好好跟他说，没必要走到离婚这一步啊。妈，他都快30岁了，不是小孩子了，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行为会对我造成多大的伤害。那你有没有和他认真地谈过这件事？或许，妈，我们不是认识1-2个月就闪婚的情况，我和他交往了2年，结婚也已经3个月了。他要是能改，我也不会选择走到这一步。哎，孩子大了，你们的事我们老两口管不了了，你自己看着办吧。以后别来我们面前哭诉就行。父亲全程没有说话，留下这一句后就独自进了书房。母亲还想再劝，却被我坚定的态度挡了回去，唉声叹气着也回了房间。我像是经历了一场大战，被抽光的力气一般倒在椅子上，惨胜。接下来的几天时间，我独自驾车在周边几个城市自驾游，放松心情，汲取能量。巧合的是，在旅行途中遇到了我儿时的玩伴孙之宇。虽然初中之后他就举家搬迁到了另一个城市，但我们之间的联系一直没有断过，甚至在他公开出柜，把家里闹得鸡飞狗跳的那段时间，还来投奔过我。在了解了我的近况后，孙之宇很气愤，把桌子拍得梆梆作响。这是什么极品渣男贱女？那么分不开就绑死在一起呀？出来祸害别人做什么？我告诉你，可不能就这么放过他们。走，我给你找场子去。或许我的内心深处也是不甘心的。在孙之宇提出要帮我以牙还牙之后，我没有做出多少心理建设，便同意了这个决定。凭什么只有我在这段感情和婚姻中受尽折磨？我也要将这一切全部还回去。我没有提前和赵振东说我什么时候回去，甚至这一趟出行，我没有主动和赵振东发过一次消息。刚开始，赵振东似乎也没有想起我。在经历过1天1夜的毫无音讯之后，赵振东似乎也有一些慌了。他开始每天都主动和我打电话，询问我的近况，叮嘱我注意安全，早点回去。我也学着他彻夜不归时候的做派，寥寥回复几个收到。在我终于松口说要返回的时候，赵振东无比主动地说要来接我，却被我一口拒绝。不用了，我有个发小也要来 A 市发展，我蹭他的车一起回来就行。发小？怎么从来没有听你提起过？男的女的？赵振东的口气显得有一丝焦虑，说了你也不认识，反正再过不久你就能见到了，到时候再介绍给你认识，好吧？那你们路上注意安全，我在家里等你。赵振东的话语带着强压下去的异样情绪，我比和赵振东所说的时间晚了5个小时才到家。此时已经是早晨7点，我带着孙之宇推开家门的时候，看见的是赵振东眼含血丝，坐在客厅等待的样子。怎么这么晚才回来？赵振东皱着眉头问我，转而看到我身后的男人，停住动作。这位是？哦，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的发小孙之宇，他是我的先生赵振东。孙之宇放下我的箱子，故作热情地和赵振东打招呼，主动和他握了握手。你就是小萝卜的先生啊，初次见面，我是小萝卜最好的朋友，以后还请多多关照。赵振东除去一开始的僵硬，后续也表现得很是自然。小萝卜？哦，这是我和不软弱之间的昵称，从小叫到大，都已经习惯成自然了，是吗？老婆你也真是的，这么有趣的小名怎么都没和我提起过，要不以后我也叫你小萝卜吧，还挺可爱的呢。不了吧，这是我和朋友间的昵称，你没必要硬容。我依旧是淡淡的态度，让赵振东挑不出错，却也不太得劲儿。好了老婆，舟车劳顿，你也辛苦了，快去洗个澡休息一下吧。这位朋友也是，开了那么久的车，就让我来送去酒店休息吧。赵振东主动去拿我的行李箱，3两句就想把孙之宇打发走，没有订酒店。什么？赵振东被我的话搞懵了，孙先生不是才来 A 市吗？难道已经提前在这里置办了房产？小雨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的，只有我这个朋友可以依靠，所以我打算让小雨先在家里住下，等在 A 市的事业稳定之后再独立出去。赵振东拖着行李箱的手松了松，有些不敢置信，你要让一个大男人住在我们家里？我有些好笑，怎么？你不是也经常留宿你的好兄弟们吗？这怎么能一样呢？我的都是兄弟，你让一个异性，李胜男不也是异性？赵振东喉头一噎，我尽量让自己的笑中的嘲讽不那么明显，又想说你没把李胜男当作女人过，那我也可以说，我从来没有把小雨当作男人，他和我之间的感情就和你们之间一样，纯纯的友谊，行了吗？孙之宇挑了挑眉，帮着拱火，小萝卜你这么说可真是伤我的心，我明明那么 man。赵振东深呼吸了几次，终究是压下了反对的话，抱歉啊小雨，让你看笑话了，我丈夫可能有些太敏感了。我不动声色的又往赵振东心上扎了一刀，就像他当初扎我那般。孙之宇小时候其实是一个很害羞的小男孩，一开始也是我主动和他打招呼，邀请他一起玩，才能发展出后期深厚的友谊。而长大后的孙之宇倒是一点都看不出来当初的青涩了。小萝卜，听说 A 市的特色小吃还挺出名的，我刚刚搜了一下，说着就一屁股挪了过来，右手环着我的肩膀，左手拿着手机给我看，我和他之间的距离瞬间缩减到0。看的另一侧的赵振东微微一抖，嘴巴张张合合，似乎是想说什么，我和孙之宇都当没看见，依旧亲昵地靠在一起，有说有笑的讨论，终究是忍不住了。赵振东噙着不达眼底的笑也靠近了些，伸手想要把我拢向他那边。A 市还是我最熟，小孙你有什么想了解的都可以问我。我微微侧身躲开了赵振东的手，依旧黏着孙之宇，我来这儿也挺久的了，招待小雨绰绰有余，你也不必费心了。赵振东不自觉地握紧了拳头，估计是没发现自己脸上的笑容有多勉强。天气这么热，你还黏着人家小孙，我看人家小孙都要被你挤出痱子了，来，快过来点，别给小孙再挤掉下去了。蹩脚的理由，蹩脚的玩笑，哪能啊赵哥，小萝卜这小胳膊小腿的，好像比前2年还瘦了不少呢，我要是这都承受不住，还当不当男人了？孙之宇笑着拍了拍我的手臂，我也笑靠在孙之宇的肩上。赵哥你可能不知道，我们俩从小一起长大，关系比亲人还亲，从小就爱凑在一块儿，都习惯了。这样啊，
赵振东扯了扯嘴角，我想起来我还有点事要忙，去一下书房，走出2步停住了。哦，对了，老婆，我有本书找不着了，你能来帮我找一下吗？我知道赵振东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头也不回的就拒绝了，你自己都找不到，我应该也帮不上什么忙。好了，老婆，你就帮帮我嘛。以前赵振东一撒娇我就受不了，现在他一撒娇我还是受不了，只不过现在是恶心的受不了。拿本书。跟着赵振东走到书房，我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赵振东反手关上门，一个箭步就要来抱我，我皱着眉想躲开，却没他的速度快。老婆，你这个朋友是哪里冒出来的呀？为什么你以前都没有和我提起过呢？我有说过，你忘了而已。真的吗？老婆，你实话告诉我吧，他是不是你特地叫来气我的？我呼吸一滞，倒是没想到他会这么快就向我直球发问，你怎么会这么想？我知道你吃我和盛南的醋，但我真的只是把盛南当作兄弟，根本没有男女之情的。况且我们那是20年的交情了，关系好一点也很正常。听着赵振东还是不知悔改的话语，我仿佛能感受到我身上的血液一点一点的变冷。你也不用为了气我，随便找一个男的过来演戏。你是女孩子，对待异性要有警惕心。我攒够了力气，一把推开了赵振东。够了。赵振东一愣，耐心耗尽，眼底蓄起淡淡的恼意。不软弱，我就事论事，在这儿好好和你沟通，你能不能不要无理取闹？我懒得和赵振东就无理取闹这个词展开琼瑶剧般的拉扯，你自己看看吧，这是我和小雨从小到大的合照，我没那么无聊，随便找个人来气你。我和孙之宇的合照一直都在我的社交软件里，还专门创建了个相册，名字就叫挚友。这么多年，只要我们见面，都会留下合影，事后都会上传到这个相册，从来没有隐藏或者关闭过。但凡赵振东在上点心，都能注意到。况且我也不止一次在赵振东面前提过我有一个从小到大的好友，但他却从来没有放到心上过。赵振东看着相册里一张一张真实的照片，身上的怒气变成了哑炮。老婆，我抬手制止赵振东的发言，先发制人道，我不知道为什么自从小雨来了之后，你就变得这么敏感。他和我也是10几20年的友情，就像你说的，我们这么多年的交情，关系好一点不是很正常吗？不要那么小肚鸡肠，要给另一半足够的信任和交友空间，不是你和我说的吗？赵振东挠了挠头，但你是女的，我们不一样。李胜男是女的吗？是啊，那不就行了？我对小雨的态度就和李胜男对你一样。赵振东眉头皱了半晌，终究是没有反驳出口。好了，别多想了，我和小雨要是有可能，早800年就去领证了，轮不到你。把回旋镖甩完，我就开门出了书房，任由赵振东在房间里复杂。自从孙之宇住进我家之后，赵振东的状态明显不一样了，一连1个礼拜都没有再晚归过，天天都是准时下班，甚至破天荒的提出要接送我上下班。我也乐得清闲，没有拒绝他的接送，但这状态也没有持续更久，或许是连续观察了1个礼拜，没有发现我和孙之宇有更加越界的行为。赵振东渐渐松懈下来，抱歉哈，老婆，今天不能接你下班了，我已经连续拒绝那群小子好几次了，实在是推不了了。赵振东还想继续嬉皮笑脸的撒娇，却被我一句话给堵了回去。哦，没事，我让小雨来接我就行。那不行，还是不要麻烦客人了吧，我接完你再去赴约也没事的，你在公司等我呀。像是怕我拒绝，赵振东匆匆挂了电话。15分钟后，熟悉的汽车停在我的面前，主驾驶降下车窗，赵振东还没开口，副驾驶的面庞挤了过来。哈喽，嫂子，好久不见啊，本来东子说要和我一起去赴约，中途才知道还得送你回家，规矩我懂，我这就把副驾驶让给你哈。李胜男佯装要解安全带，却动作迟缓，赵振东见状就要开口维护，但我没给他这个机会，不用，你坐着吧。见我神色平淡的坐上后排，赵振东和李胜男的脸色都有些怪异。赵振东是觉得不适应，李胜男则是思考着我这副样子，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嫂子，要不你也别回家了吧，和我们一起去聚餐呀。东子也真是的，最近怎么都不带嫂子一起出来玩了呀？光说还不够。李胜男熟忍地捏上赵振东脸颊肉摇了摇，赵振东也就任由李胜男蹂躏他的脸，含糊不清地说，你嫂子不喜欢那种吵闹的场合，你们这群人来疯，可别给我老婆再带坏了。好啊，敢说我们是人来疯，我一会儿就要告诉山子他们，让他们来教训你。状似打情骂俏的话语充斥在车厢内，或许是真的放下了，我内心还挺平静的，不痛不痒，就是有点恶心。一直到地下车库，赵振东和李胜男的对话才戛然而止，因为他看到了正在地下车库等我的孙之宇。小孙，你这是？孙之宇笑了笑，哦，我这不是听说今晚赵哥你不回来吃饭邀，就想着也别让小萝卜再费事儿了，我俩出去解决。赵振东握着方向盘的手紧了紧，就你们2个吗？要不然我请客陪你们一起。东子，这是谁呀？看起来和嫂子关系很不错呢，也不给兄弟介绍一下。李胜男打断了赵振东的话，自来熟的朝孙之宇打招呼，帅哥你好啊，我叫李胜男，是和东子同穿一条开裆裤长大的兄弟，你把我当男的看就行。孙之宇挑了挑眉，那我还真没法把你当男的看。李胜男觉得孙之宇是在夸他好看，咧嘴笑了笑，还得是帅哥说出来的话动听啊，不像这群狗男人一天到晚说我是男人婆。李胜男嗔了赵振东一眼，赵振东这次倒是没继续调侃，给李胜男介绍，这位是你嫂子的发小，叫孙之宇，年纪比我们还小2岁，你跟着我叫他小孙就行，最近来 A 市发展，暂时落脚在我家哦。小鲜肉啊，李胜男笑得挺真心实意的，要不这样吧，反正我和东子也是聚餐，小鲜肉你和嫂子一起来吧。孙之宇笑而不语，
径直帮我打开了车门，接过我手中的通勤包，不轻不重地关上车门，这才缓缓开口：不了吧，你们是兄弟聚餐，我一个外人跟着凑热闹不合适，还是让小萝卜陪我就行了。玩得开心，我轻轻颔首，认同的孙之宇的安排。虽然不是第一天认识孙之宇，但他的神通广大还是令我啧舌。因为此时的我正坐在夜色正中的最大包厢，往嘴里塞着盖饭，面前的单向透视玻璃清晰展现着酒吧大堂里的群魔乱舞。带你来，你还真就只知道干饭啊！孙之宇嫌弃地看了我一眼，动作潇洒地打了个响指，几个服务员抬着显示器和其他一堆我不太懂的东西放在了面前的桌子上。画面一亮，显示器上展现的正是赵振东和李胜男他们卡座的现场直播。我去！我瞪大了眼睛，视线在显示器和孙之宇面前来回切换。你实话跟我说说，你这些年是不是走歪了？有没有碰什么不该碰的东西？啥呀？这酒吧老板娘是我姐们，听我说要带着朋友来捉奸，主动提供的好吧？我默默地竖起大拇指，你还真是朋友遍天下。行了，别放错重点了，你不是要离婚吗？咱得多抓点把柄。对此我表示怀疑，偷拍来的东西真的能当证据吗？你管呢？有备无患。我这儿还在和孙之宇掰扯道德与法治，赵振东和李胜男那边都快跨越伦理道德的底线了。李胜男轻车熟路地举着杯子跨坐到赵振东的腿上，扯着赵振东的领带，笑得诱惑。赵振东没有丝毫抗拒，反而伸手护住了李胜男的腰部，像是怕他坐不稳。哥们，我抽中了大冒险，身为兄弟肯定得帮忙，对吧？赵振东无可无不可地挑了挑眉，一副任由李胜男宰割的模样。一段令人作呕的缠绵吻戏让现场的其他人都怪叫起来。特喵的，这对狗男女也太恶心了吧！我要长针眼了。孙之宇一边骂一边捂我的眼睛，搞笑的行为倒是帮我冲淡了不少翻涌的呕吐感。咱不污染自己的眼睛了，我已经让人帮忙盯着了。眼见画面里的人动作越来越过火，孙之宇一把转开了显示屏，挥挥手让人抬走，掏出手机搂住我，咱来拍照吧。我看你都好久没有分享过动态了，是时候让本帅哥净化一下你的朋友圈了。孙之宇搂着我，脸贴脸拍了几张亲密的姐妹照，随后就熟练地打开 P 图软件进行操作。OK， 照片传你了，把你的手机给我。我猜到了孙之宇接下来的动作，配合地将手机递给他。孙之宇拿着我的手机啪嗒啪嗒打字，期间还特地让我指认赵振东和他的兄弟圈那几人，随后熟练地在可见范围中选中几人，干脆利落按下发表按钮，把手机还给了我。我低头一看，差点笑出声。暧昧的灯光下，我和孙之宇的脸贴着脸，笑容虽不夸张，但也直达眼底。照片经过孙之宇的精修，五官没什么大改动，但也称得上养眼。不明真相的人看，第一反应都觉得这肯定是情侣自拍，配上那句暧昧的文案，我们都在模糊的世界里找寻彼此的身影。行了，也别闲着了，咱去小小捉个奸。孙之宇拉我起身，我的心却荡了下去。我站在不远处，看着群魔乱舞般的卡座，实在是脏得迈不开腿。我掏出手机，强忍着呕吐的欲望，直视前方，拨通了赵振东的号码。他的手机被随意放置在桌上，响了半天，才被其中一个兄弟发现。喂，东子，嫂子来查岗了，还享受呢。此时赵振东和李胜男的衣衫不知何时已经四散开，雪白的胸膛和性感的内衣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哟，我们的假小子啥时候也穿这种款式了？面对其他人的调侃，李胜男毫无害羞的情绪，也没有要遮掩的意思。我就没管过这些，店员推荐什么我就穿什么。怎么被兄弟迷倒了？你这定力也不行啊！赵振东眼里的欲望翻滚明显，狠狠地咽了口唾沫，才接过手机。喂，老婆，声音都是阴哑的，你现在在干嘛？我和兄弟们吃饭呢，还能干嘛呀？是吗？赵振东突然意识到了什么，猛地抬头，看见了不远处面无表情的我，呆滞了几秒，才想起来要掀开仍旧坐在自己身上孤勇的李胜男，衣衫不整，跌跌撞撞地朝我跑来。老婆，你听我解释，不是你看到的这样。我垂下拿着手机的手，不带一丝留恋的转身就走。孙之宇挥了挥手，几个服务员上前拦住了赵振东，这么脏就不要靠近小萝卜了。我没有上演什么心碎消失的戏码，因为我的诉求只有一个。我和孙之宇在家等了快1个小时，赵振东才姗姗来迟，身后还跟着一个李胜男，看上去是休整了一番才来的，模样没有酒吧里那么不堪了。老婆，我特地带了胜男一起来和你解释，事情不是你看到的那样，不用多费口舌了，离婚吧。啪嗒，赵振东的手机直直砸在地上，声音都有些抖。老婆，你和我开玩笑的吧？我只是玩了个大冒险的游戏而已，怎么就要到离婚这步了呢？游戏而已。呵，是啊，你快和你嫂子解释，我们只是玩游戏而已。赵振东红着眼睛推了一把李胜男，李胜男这才收起不小心露出来的兴奋表情，不情不愿的道：嫂子，你真的误会了，东子只是帮我完成大冒险的任务而已，不完成就要连罚3杯。东子也是不想我喝太多，你们2个是谁喝不了酒吗？老婆，好了，我揉了揉额头，我真的累了，我也不想闹得太难看，好聚好散行吗？赵振东咬了咬牙，不肯接受这个结果。老婆，我真的错了，以后绝对不会再犯了。你不是也和小孙动作亲密吗？这样吧，我也不计较你们以前的行为，我们互相抵消行不行？以后我们都注意自己的言行，好好过日子好吗？我真的离不开你。老婆，原来人无语到了极点是真的会想笑。抵消？那我和小孙之间重复一遍你和李胜男做过的事，你接受吗？赵振东僵住了，久久没有声音。我再说最后一次，离婚你不接受，明天我就去起诉。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哈，我实在是受不了你这一盆一盆的脏水了。孙之宇清了清嗓子，赵振东，你可能还不了解，我呢和小萝卜一样，天生就只喜欢男的。我和小萝卜之间的姐妹情是干干净净的，别拿你们所谓的兄弟情来给我染脏了呀。赵振东有些不敢置信地看向我，这是真的吗？我没有说话，
平静的目光给了他答案，似乎是最后一根稻草压下，赵振东瘫坐在了地上。李胜男想去扶，被他躲开了。半晌，安静的客厅响起了赵振东阴哑的声音：“我明白了，我答应你，是我对不起你，我会净身出户的。”什么？李胜男尖锐的嗓音打断赵振东的话语：“你怎么可以把所有钱都给他？”不断起伏的胸膛昭示着李胜男波涛一般的情绪，似乎是被刺激的很了。你变成穷光蛋，还怎么养我们的孩子？李胜男，你胡说什么？赵振东睚眦欲裂，从地上窜起来要去捂李胜男的嘴。李胜男可比我皎洁多了，脚步一动就躲了开去。你这个蠢男人，自己敢做还不敢当吗？上个礼拜你喝多了，说自己找不到回家的路，住在我家的时候，啪！看来想要制止一个人说话，还是巴掌比较好使。李胜男不敢置信的捂着脸，你竟然敢打我，赵振东，你特么就不是个男人，给我等着！放完狠话摔门而出的李胜男，留下了一世凌乱。赵振东痛苦的捂着脸，没有脸说话，也没有脸看我，他终究还是在我面前留下了最不堪的一面。离婚的手续其实还挺顺利的，赵振东也遵循了他净身出户的诺言，真就变成了穷光蛋。孙之宇原本是个旅游博主，原本以为等到离婚的事情尘埃落定，我就又要送他离开，没想到一语成谶，孙之宇竟真的打算留在 A 市发展。按照他的说法，这些年世界各地也去得够多了，继续奔波也挺累的，想要歇2年。对于他的选择，我当然是十分的尊重，心下则是非常开心，因为赵振东的公司有人能帮我管了，而我像是和孙之宇交换人生了。我申请了停薪留职，打算浅浅的去环游个世界，换换心情，开开眼界。没想过继续留意赵振东的近况，但架不住有个喜欢八卦的姐妹，听说李胜男后期重新找过赵振东，想要让他对自己腹中的孩子负责，却被赵振东以不知道他有过多少男人，肚子里的孩子没法证明是他的为理由拒绝了。气不过的李胜男扭头就去医院堕胎，疗养好之后，亲自带着一群人把赵振东堵进了死胡同。那叫一个惨烈哟！听说都留下终身残疾了呢。那个叫李胜男的也是真的强悍，直接拿脚碾爆了赵振东的蛋蛋，以后估计是难以人道了哦。是吗？那还真是可喜可贺呢。我没那么圣母，听到渣男倒霉的消息，只觉得解气。是呢，李胜男也因为故意伤害的罪名被抓进去了，真的一出经典的狗咬狗啊，真好，天理昭彰，报应不爽。全文完结。